抗美援朝戰爭時期，聯合國軍當中除了美軍和韓軍，其他國家的軍隊經常是出工不出力，天天盼着簽署停戰協議。志願軍出兵入朝作戰，主要面對的就是美軍和韓軍。但是除了這兩個國家，還有15個國家派了部隊參戰。雖然出兵不多，但是還是和志願軍在戰場上打過。那麼這些國家的軍隊戰鬥力如何？聯合國軍當中，英聯邦國家就占了5個，分別是英國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和南非。他們在第一次入朝作戰的時候有 1.2 萬人，最多的時候達到了25000人。這5個國家雖然都屬於英聯邦，但是他們出兵的目的又不一樣。英國此時已經失去了全球霸主的地位，日子過得是一天不如一天。雖然派了14500多人去朝鮮半島，但是英國會出兵，完全是因為英美同盟關係。剛剛開戰的時候，英軍還賣點力氣，但是在蘇格蘭高地團和格羅斯特裝甲營被志願軍全殲以後，就開始出工不出力。到了戰場上也是躲着志願軍，天天盼着停戰。新西蘭和南非也是如此。這2個國家出兵完全是為了英國的面子，但是他們在出兵的時候也耍了一點心眼。新西蘭派了一個炮兵營，南非派的是一個空軍中队。這2個兵種不用和志願軍直接短兵相接，所以他們2個國家的軍隊傷亡並不大。剩下的2個英聯邦國家，加拿大和澳大利亞，他們出兵的目的就是為了討好美國。二戰結束以後，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就拋棄了英國，投入了美國的懷抱當中。他們2國出兵朝鮮半島，是想給美國正面子，所以這2個國家不僅出兵比較多，而且還是精銳部隊。加拿大出了7000多人，澳大利亞派了2800多人。在3年朝鮮戰爭當中，加拿大7000多軍隊傷亡了1500多人，澳大利亞的2000多人軍隊傷亡了1400多人。除了5個英聯邦國家，還剩下的10個國家，他們出兵的目的要不是想和美國拉近關係，要麼就已經是美國的小弟。比如在聯合國軍當中出兵第3多的土耳其，他的目的就非常明顯，想要加入北約。因為土耳其面對蘇聯的直接威脅，只有加入北約才會讓土耳其有安全感。所以美國在成立聯合國軍的時候，土耳其是非常積極。不過土耳其軍隊一到朝鮮半島，就成為了交戰雙方都鄙視的部队。土耳其軍队第一次出手，將從前線撤退下來的韓軍第8師團當成志願軍給打了，一戰就消滅了200多名韓軍。和土耳其有着同樣目的的國家還有希臘。希臘派了一個營的部隊到朝鮮半島，被美軍安排在仁川一帶進行防守。但是在38軍進攻仁川的時候，希臘軍隊傷亡了200多人。再來說說法國，法國是5常國家之一，他出兵朝鮮就是為了高調的宣布法國再次成為世界列強之一。法國不僅自己出兵，還帶了2個小弟，比利時和盧森堡。不過法國加上比利時和盧森堡總兵力並不多，法國和比利時各派了一個营，盧森堡派了一個排，3個國家加在一起人數也不到2000人。還有就是埃塞俄比亞，埃塞俄比亞是有求於美國，當時埃塞俄比亞國內的矛盾非常尖銳，所以需要借助美國的力量來維持國內的穩定。出於討好美國的目的，才出兵朝鮮半島。亞洲這邊有2個國家出兵參戰，菲律賓是下了血本，派了國內唯一一支裝甲營參戰，但是美軍信不過菲律賓軍隊的戰鬥力，就讓他們負責後勤保障任務。所以除了被穿插的志願軍少量俘虜以外，志願軍和菲律賓並沒有打過什麼仗。泰國就沒有那麼幸運，他們在鐵原碰到了19兵團，一下子就被殲滅了一個加強連。整個戰役期間被殲滅的泰國軍隊有1200多人。要知道入朝作戰的泰國軍隊一共也才1400多人。聯合國軍當中，除了美軍和韓軍以外，其他15個國家的軍隊僅僅是因為和美國的關係才出兵的，所以他們一直非常抵觸過38線，因為這樣會拉長戰線，讓他們自己處於危險的境地。所以這15個國家一直都是出工不出力，天天盼望着簽訂停戰協議。